们这个阵法是有考量风水的，八卦阵。要问事，因为我们是来八卦的，聊八卦。每个人一定有开始嘛，一定是没有人的。对，一定是你做了一件事，突然间嘣，人数蹦起来。我一开播的时候，2020。1月还没有 COVID 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唱歌，100多200人，就到直接 COVID 来了，没有歌台嘛，我就去江妮 Point 那边吃饭，刚好碰到我当兵的朋友，他说，现在 lockdown 他很辛苦，那个鱼都卖不出，说，我最近一直看到你在 Facebook 那边唱歌，有300多人，帮我卖一下我的鱼呢，我自己想，哪里有人去在网络卖鱼？你不要浪费时间。他说 Please 啊，他说有6000多条，如果再卖不出啊，全部要放生。哎呦，我说 OK 了，帮他了。我第一次开播真正卖鱼的时候，那时候已经500多人。你觉得我会卖几条？1000多2000？我卖1500条鱼。哇！我的朋友很开心呢，但是问题来了啦。你那么多单1500条，那个单怎么办？我没有 system 的呢。我跟我老婆2个人抄李腾用手写，住址哪里几条哪里，10点多下播，我跟我老婆抄到天亮7点，为了帮她，我没有收钱。所以你在哪一个 live 发现到你骂人会有用？那个第4个播，哇！我其实真的是去骂人，不是演。因为我在卖鱼的时候啊，整条鱼我跟你们讲，这条鱼怎么讲到那里就看他们的 comment 嘛，问他们，你这条鱼可以放生吗？我还没有转过来呢，这条鱼已经死了啊。他可能很认真在想，可不可以做慈善什么的，对不对？我就是这样，我就应他不可以，不可以，这个已经死了，怎样去放生的，就丢个了。你的鱼是公的、母的，就来了。我就生气，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开始跟那个观众互骂，就互动了。那时候我没有唱歌，我讲那些福建话，讲那些废话的时候，讲东讲西，讲一些双关语啊，我的人数就去到800多嘞。我一唱歌的时候，人数又掉回500，很惨很可怜的。刚好在这疫情期间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很好玩。那很多网友可能也没事，就剪着传出去，然后就越传越火。不过这个东西好像也引来了很多恶评，对不对？很多。其实这个问题我倒要解释一下，因为那时候是马来西亚刚好水灾，我在法国带货，我觉得出一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啊，买一些干粮给他们。我只是用意只是这样。早上我跟乔儿2个就在那边筹款，我结果3天里面我筹了75万马币，我很开心因为法国就跟那些洋朋友直播就开玩笑嘛，耶，刚我唱那个福建歌，他一直跟我一直学耶那种黑人，你知道吗？耶，那我就觉得新奇，一直开玩笑，我就加个整个 video 给人家剪变出来，结果记者你访问我是水灾的问题，周末你今天登出来标题是。我像新加坡人，所以你看那时候很多人是看标题，他们没有读里面的。对，登出来我整个杀掉，你们可以讲我什么黄色什么东西可以，不要攻击我。你污蔑了我。你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吗？一点点。对啊，你们怎么那么激动啊？因为怎么这样激动啊？可乐一直站在我这边，因为我看他出道，所以那些年轻人如果觉得你们要做网卖者，你们心里一定要准备，一定会被攻击。尤其是你直播是在那个最前端有任何的恶评是直接在你脸上这样子刷过来的，所以你一般上面对这种恶评你是怎么处理？如果网民是假户口，因为很多假户口嘛，我都会把他拉黑。人身攻击人身攻击就拉黑，不用去问他，也不用去回他，也不用生气，直接拉黑就解决了问题。如果那些恶言是好的，要接受。可能你穿的比较暴露啦，在镜头抽烟啦，人家攻击你，你要接受。好像我骂粗话，人家攻击我，我接受。我真的接受。恶言你怎么要去过你心里这一关？只要你家里人。你相信我，家里人支持，你一定会过这一关。家人的支持很重要，很重要。那我也有看过你的直播，就是很多时候你的直播都是有老婆在你旁边的，对。然后你也会就是亲她啊，抱她啊，这是你自己就是想要给她的一些温暖吗？还是有什么意思？你问的这个问题，曾经
我老婆蛮辛苦，那一年蛮辛苦，不是1年，蛮多年。我阿龙在破我家里的气，我老婆拿低呢一楼在骂，而且是早上5点多，她要去工作的时间，我还在睡觉，她没有叫醒我。那时候我还在打工的时候，打开我的 bag 就是果松了，她的皮包剩10块钱，她拿5块放进我的皮包。所以，我觉得我太太跟我吃苦很多。我那个时候我说，等我有钱的时候，我绝对不会给我太太饿到。如果你今天你不讲黄色的笑话，你不爆粗口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观众跟你的销量？真的会，我已经调整试过了，因为那时候人家一直攻击他的时候，去年他就是调整他自己，就不说，就很正经的去卖。掉然后我的不是人数他了嘛连续几个礼拜每天这样一直掉，从1万掉8000、7000、6000、4000，我最低的3000，我说不行，3000了，不忍了。又继续。我现在在做直播，好像做小丑，我就演了一部戏给你们看，我的回报是你们，求求你们给我买东西。所以你就决定要维持这个形象吗？你问得太好，你这个今天是拿我来开刀。对对啊，我会调整，把我的出货降到最低。为什么？因为我跟我的孩子过去马来西亚度假，我的孙子也有去，连他们现在我的孙子5岁了嘛，已经会玩 game 了，我们就下载玩 game 给他玩。但是现在的 game 广告太厉害，连玩 game 玩一遍都有插广告，广告我就那英文字就，我的孙子在旁边，阿公跟着我讲，我女儿在旁边呢，爸。我2个已经会傻掉嘞。那很直接问题来了，你说你要减少讲这个出口，但是如果观众销量又跌，又怎么办？因为我觉得我有接班人了，就是我那几个徒弟，我真的想放手给他们去赚，所以我觉得要教育下一代，我觉得我是错误的方向，觉得自己有个责任在。责任对。我要问一下，就是你怎么选你的产品，然后你要花多久时间去研究？问得很好，你们要带货，2个条件：质量、服务。每卖哪一样产品，你一定要自己吃过先。你自己不能接受，你还去讲去卖，你根本是在骗网民。穿的，你今天我要穿李腾的 T 恤，我穿下去。哎，有嘞，很感我就穿动嘞。真的，我就穿啊真的我跟你讲，当然，这个礼堂你们可以去买。所以我卖衣服，我一定会跟商家拿来穿了才卖，用了才卖，试了才买。我曾经有卖过石斑鱼，没有时间了嘛，我继续卖，因为我相信那个供应商。我卖了400套，卖过后送货了，我家里还有剩1、2条，我就叫我太太蒸来吃。我跟你讲。完全腥味又硬，完全是不能吃的鱼。马上叫我的 driver， 叫我的 admin，400多套全部收回来。你要怎么交代呢？那我个 supply 赔钱喽，啊，你赔钱啊，赔钱全部赔钱。所以你后来也学到教训，一定一定要要试 try。耶！不是你卖出去，你怎么去交代？在卖产品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技巧的？哎呦，那个 U 频道不是12点，最近有2个人电视购物，在你好像有做过那个节目，有做过哦，你要去多看那个，你要去模仿，看人家的好的留住，不好的离离。我有观察，就是基本上你的那个 energy level 要够高，真的声量一定要调高。我每次在直播的时候，我声量会调高一个 key。那怎么样才不会太 over？你觉得？哦，如果不要太 over，你知道的，你会爆声。那些网民会跟你讲太大声了，太 noisy 了，一定会的 noisy， 他会跟你。那价格呢？比如说你要问，要卖给你一问我先马上砍你，你们知道你要问什么了？就是价格怎样去衡量啊，对不对？网络太发达了，我现在你拿这条 T 恤给我卖啊，这上外子，我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我是这个，他都知道，在外面的价钱是去到哪里。对，很多人就觉得说，哇，看你也都讲2个字嘛，好赚，好赚，他们就来做了，没有赚钱，亏钱哦。不要一开播就想赚网民的钱，先开直播，你会唱歌就唱歌，你会讲笑话你就讲笑话，你会什么才艺你就表演出来。如果没有才艺，你就讲时事，因为你没有名气的时候，商家不会找你。对，我开始的时候，这个戒指你给我2块了，我就卖2块半了。
我从那边开始，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他野心很大，我2块我要卖4块，我要赚要4。赚得多。对，刚刚做的时候，你一定要比市场便宜很多，因为你是丢自己的 marketing。你当做是给人宣传，就人家相信你吗？劳力过哇，太太买的东西便宜，我跟你讲，没有几次你的名字就传开了。因为你给人家信心，便宜好用，还有口碑，要好的口碑。，我就是讲了质量。天下哪里有这样白白给你赚的？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哦，你就是要持之以恒，不能够断啊。像我每个礼拜做，有一阵子我也是开始觉得哦很累什么的，断不能结果断哦我生病停了3个礼拜，人数会掉。哇掉嘞，我要再拉回来很难拉。拉不没有，你拉你不要卖东西，做爽聊天做广播讲聊你的人生，对对对你的演艺事业，对嘞更多人听。因为你一来你就想赚网民的对钱，就不行。就不行啊。还有一个，这个是我本来不要哇，讲，秘密啊！哇，来了，又来了，来，今天很多宝最后一招了啊，最后一招了。捡宝来。标题太重要，而且标题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写抽奖，不可以送奖品，啊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没有，就是因为老千太多，他那个要控制。平台它会抓关键字。 Yes，我今天一定叫你们该叫的，你们叫。教了很多。那既然你都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模拟个对有没有模拟的直播？示范。来，我们下一个挑战模拟直播 challenge。哦耶！